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真的蛮妙的案子。表面上听起来超单纯，就是一件加密货币诈骗案，有人被骗，有人被抓，判有罪，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判决书的细节，哇，你会觉得，这是在干嘛？怎么会这么荒谬？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有罪判决，为什么会让大家开始怀疑？这司法到底公不公正啊？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好，故事的起点就是这个数字68万，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就是一位受害者吕协杰小姐，她真金白银被骗走的钱。你先记住这个数字哦，68万，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法院在处理钱这件事上那个逻辑，会有多么的奇妙。好，所以法院最后判了被告有罪。OK， 程序上看起来没问题，好像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是人家说魔鬼藏在细节里，这句话用在这里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所有让我们觉得很扯、很荒谬的地方，全部都从这份看起来很正义的判决书开始。OK，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从几个点来拆解这个案子，带你看看它到底荒谬在哪里。首先，那个所谓的犯罪所得根本就没进到被告口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来，法院是怎么判断说被告应该知道这是在犯罪？那个标准是什么？还有最悬疑的，有个超关键的证人，居然从头到尾没出现过。最后，我们一起来想想，我们都说正义的天秤那他这次到底是怎么歪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觉得最让人傻眼的地方，就是法院判说被告要没收犯罪所得。来，你猜猜看这个数字是多少？你绝对想不到。你没看错，就这么多，946块。被害人被骗了68万哦。结果法院认定的被告赚到的钱居然不到1000块，只有946块，这是不是很怪？但更怪的还在后头，这946块到底是怎么来的？对啊，问题就来了嘛。这946块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这就是他千辛万苦搞诈骗最后赚到的钱吗？结果我去追那个金流，答案就出来了。原来在加密货币交易里面，你每一次转账，那个系统都会自动扣手续费，这很正常嘛。就像我们去银行转账也要手续费一样。结果这946块根本不是被告赚的钱，它就是被系统扣掉的交易手续费啦。也就是说，这笔钱从头到尾就没有进到他的口袋过。那这个发现就跟辩护律师讲的一模一样。你看上诉状里面就写得很清楚，该款项在物理上从未进入被告之口袋，自无从认定为被告之犯罪所得。讲白话一点就是，钱根本没进我口袋，怎么能算是我赚的？所以法院等于是把系统收走的手续费当成是被告的利润，然后还叫他吐出来。你听听看，这逻辑上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好，我们先不管钱这件事有多怪，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被告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犯罪？他有没有那个意图？这个就是判决的第二个关键，也是另一个大家吵翻天的地方。好，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要先懂两个法律名词，这很重要。一个叫不确定故意，什么意思？白话文就是，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出事，可能会犯法啊，随便啦，发生就发生吧，我没差，这是有罪的哦。那另一个呢，叫有认识过失，意思是我知道可能会出事，但我超有把握，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个就无罪。所以你看，关键差在哪？就差在你对那个坏结果的态度是无所谓还是不可能。那法院是怎么说被告有那个不确定故意，就是那个随便啦的心态呢？他们的理由是这样，被告是大学生嘛，应该有社会经验了，而且他以前账户还被警示过，所以他应该要知道这有风险。可是问题来了，可能知道有风险就直接等于好啊，犯罪就来吧，我无所谓的意图吗？这两件事中间那个鸿沟好像有点大吧。我们直接来比对一下，最高法院以前是怎么说的，跟这个案子是怎么判的，你马上就会看到那个矛盾在哪。最高法院的标准是，你光是预见风险还不够，你还要有容许它发生的态度才算故意。可是这个案子的判决几乎是把你有可能知道直接画上等号，当成你就是故意的。而且被告明明说他有做身份验证，想避免风险，
但法院好像不太理他，这跟最高法院的看法根本就是反方向嘛。好，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整个案子最悬疑、最像电影的地方了，就是有一个关键证人，这个人呢，在所有的对话记录里面都有他，但他从头到尾从来没有出现在法庭上。检察官甚至说：“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啦，他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明明是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但就是没人去找他。”这个幽灵证人名字叫做 Arun， 被告从头到尾都坚持他是跟这个 Arun 接洽的，一切都是被 Arun 骗的。但最奇怪的地方来了，法院居然没有去查这个 Arun 到底是真人还是鬼，就直接相信检察官说的，认定这个人是被告自己幻想编出来的。这就像在审申请状里面讲的这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如果连这个关键证人是真是假都没搞清楚，那就好像一个水源被污染了，那你从这个水源流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有问题。也就是说，整个判决的基础可能都已经歪掉了。这其实就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叫做法院的客观性义务。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法院不能只看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对他有利的证据你也要帮忙查。所以辩护方就认为，法院连查都没去查一下 Arun 这个人，就直接说他不存在，这很可能就违反了法院自己应该要遵守的调查义务。好，你把这3件事情都在一起看。第一，一笔根本没进口袋的利润；第二，一个被很模糊认定的犯罪意图；第三，一个直接被当成空气的关键证人。这就不只是一个个案的问题了，对不对？它其实反映出我们整个司法系统在面对像加密货币这种新的犯罪手法时，好像有点手忙脚乱，跟不上了哦。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判决可以说是盖在3个非常不稳固的地基上。第一，叫被告吐出一笔他根本没拿到的钱；第二，认定他故意的那个标准跟最高法院的标准好像不太一样；第三，最重要的那个证人，连找都没找。所以你看这个案子其实带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现在的法律碰到像加密货币这种又跨国又很难追踪的新科技的时候，我们以前那一套办案的方法，那些法律概念是不是已经永远不够用了？所以最后，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大家可以一起来想的问题：当科技的脚步跑得比法律还要快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定义正义？这个案子本身还没走到终点，但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司法上的挑战，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想一想。